对，毫不保留。哦，太漂亮了！果然，日本武士想用组合拳 KO 河南小伙，不料被小伙重拳阻击，被打趴下的日本选手还想站起来战斗，奈何日本选手的意识已经被重拳打模糊，要不是裁判眼疾手快上前搀扶，回光返照的日本选手绝对会摔出擂台。日本26岁搏击老将来华挑战21岁搏击小将，不仅没有感到羞耻，而且还那么义正言辞，还在赛前羞辱中国选手薛深圳不堪一击，没有真实力。河南小伙发誓不惜上刀山下火海，一定要让日本选手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不愧是日本武士，比赛刚开始就对薛深圳发起猛攻。比日本选手小5岁的薛深圳虽然没见过什么大风大浪，但面对嚣张的日本选手，薛深圳还是有义务要教训他的。频繁的组合拳打的日本选手且战且退，毕竟日本选手是日本的死士，肯定不会惧怕薛深圳施展的拳脚组合。第一场比赛，对，第一局2个人都拼得很凶啊，是2位都是拼命三郎。那我们这个日本选手三轮玉树，他来自于这 K1 俱乐部啊，目前和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武尊是在同一个拳馆来训练的。然后他说，这一次他抱着这个武士道精神啊，就算被击倒也要拼到底。拼到底。那么薛深圳也是一位拼打能力很强的选手，也是个河南人虽然叫深圳，但他河南人是有着战士之称啊。是，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子，从小就跟他爸爸一起在做一些家里的活。有一次是跟爸爸赶羊去市集啊，看到这个武校的招生海报，才开始去训练的。很能吃苦的一位这个选手。是的，那么进步也很快。对，从比赛一开始，2位就剑拔弩张，兵戎相见，不是日本选手率先发起主动进攻，就是中国战神薛深圳率先发起主动进攻。奈何薛深圳年轻气盛，不服输，只要三轮玉树敢发起主动进攻，那么薛深圳的防守反击绝对会紧跟其后。从比赛局势上来看，2位都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来判定，想了他的这种多样化，是啊，击打的这种点更多了，还有正规化的啊，正规化更加细腻了。是因为薛深圳他个儿太矮了，在这个量级里面其实几乎所有选手都比他高的，所以他必须要跳起来，用超人拳用跳膝来争取他的高度待会儿会把它使出来。是在身高上他是没有优势的，其实，那么他也一直在找这种突破，对找这种优势基础比较多，一上来对，那他的拿手好戏还没出来，他的前脚的一个扫踢非常的快，争取那个距离。是，一个后扫踢是应该说是前后扫踢对，都在调整着用。他的后扫踢是没有折叠的，直接砍下去，像一根棍子一样，很痛。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啊。是。他薛深圳的第一场比赛在武林风的南京站的首秀，就是用他的低砍踢把对手 TKO 掉了。薛深圳的组合拳法非常的精湛，不仅可以起到压制对手的效果，也可以让日本选手失去更多的点数。奈何日本选手也不是泥捏的，频繁的反击与还击也是给薛深圳带来了一点点的影响。不过日本选手这些零碎的反击并不能阻止薛深圳发起组合拳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位换拳换腿的频率正在火速增加。2个人都不退，都顶着头在打。对。那今天三轮玉树打的是比较重击，其实他如果打快速的话，左右连拳是相当的快，跟机关枪一样。对，可以说是又快又重。对。然后三轮玉树他有个短板，是他头部的抗击打能力有点问题，就很容易被击倒。很容易被击倒。是高飞反应很有板，你记得，你累的时候他也累。那么在比赛当中，除了这种击打能力、进攻能力，还有一个就是防守能力。对他敢于的去靠近，还有一个就是抗击打的能力。对。那在第一回合，双方都展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输出的频率，速度的频率。对。这是2拳加1腿。对。黑豹。
刚才在第一轮的比赛啊，这个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日本选手的组合进攻是一套一套的，反观薛深圳则是一套接一套不停歇式的进攻，只要找到压制对手的机会，就会不间断的对对手挥拳，而且在换拳期间，薛深圳是拳脚并用，几乎不给日本选手更多施展拳脚的机会。不过日本选手的意志力非常坚定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日本选手绝对会拿着拳头逼近薛深圳内围做动作。看来薛深圳只好想办法将日本选手击倒读秒。抗击打可能是他的薄弱地方。头部，对，那么这个薛深圳也一直在找这种重击啊，是重击的机会啊，用这个板拳。是啊。有些选手啊，他已经受伤太多次，所以他变成脱离赛习惯性的，对，习惯性的被击倒。好，两边击负。说到这个极腹啊，其实有水平的勾的，也有斜上勾的，也有斜上勾的。对，那洪翔你比较喜欢这个水平还是斜上？我喜欢比较水平的，水平的，这样可以发很重的力啊。是。好。这个后大埋拳，非常有威胁。对，日本选手在进攻途中有一些小动作，在出拳的瞬间会让头部先靠近薛深圳，这一现象是存在违规的，所以裁判上前对日本选手做出了一个警告。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确实是敢打敢拼不后退，就算薛深圳施展一些限制动作，那也阻止不了日本选手的突发猛攻。所以有这倒数计时的时候啊，有暂停的话，裁判手势会做一个手势，那下面的计时会按暂停，让大家更清楚到底这一回合剩下几分几秒。对。那么在这一段的击打当中啊，这个薛深圳这个用了几记这个摆拳，后手的摆拳加扫腿，反而这个三轮玉树开始用后手的直拳了。是。那么也是一个外围的到内围的这样一个对抗。这回合薛深圳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在他们的拳法里面，他们在冲他们的体力就是10秒钟心跳要达到这个30下以上。那换算来说，就是1秒钟至少180次，180次的心跳。对啊，但是不能超过200次，200次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很有危险。对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所以说，运动员在上面调整和分配自己的。经过长时间的拼拳换脚，双方体能方面必定会受到一些影响。虽然体能有明显的下降，但双方拼拳换脚的频率却丝毫没有下降的意思。这或许就是勇士之间的敬意吧。谁让两位选手都是内围拼打型选手呢？如果中国选手换成拉扯型选手或者是方便，那么日本选手的下场将会很惨。真的是，对，两个人的拳都很重啊，对，况且输出的这个频率一直居高不下。对，那很可惜啊，这个还没有看到比较清晰的效果出现。刚刚我们看到可能是薛深圳的拳有极腹有效命中，但是呢没有看出效果，就是对手好像没有什么位移或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，这样就不算一个非常有效的命中。是，那么在第二局的后半段用的摆拳多一些，后手的摆拳。我们讲的有效的 effective 就是有效果，你已经命中了，但是那个效果没有出来。效果没有出来。好，西击。薛深圳对这个西击就不管了，我直接用拳跟你换，跟你拼了。用拳头来对抗。是。第三回合开始了，看来两位谁都不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来判定，如此一来，谁出拳更准确、更有力一些，谁就有可能将对手击倒读秒或者是 KO。话还没说完，日本选手就消失在镜头面前了。被击倒的日本选手还想站起来与中国小将进行拼拳，奈何意识不清醒的三轮玉树已经是回光返照的状态了。要不是裁判扶着日本选手，估计三轮玉树要去面见他们的天皇陛下了。小将从一开始就与日本选手展开激烈的拳脚对拼，能坚持到第三回合还能顺利 KO 对手，河南小伙薛深圳必定能成大器。这个三轮玉树的这个下巴确实也有点脆弱。对，我们的河南小孩薛深圳打了一场漂亮的 KO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
好，恭喜这位来自翼龙奥运的薛深圳，漂亮的 KO。你可以透过慢放再来看一下，一拳，哦哇，这一拳，这是两个人在拼拳的时候对抓住了一个空一个当，前摆，嗯，这相当大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拼的是力量，拼的是是对空当的把握，对，要挥的是转腰，拳。赛前侮辱河南小伙不堪一击的日本选手已经被斩于马下。26岁的日本搏击老将也将不再倚老卖老。21岁的河南小伙最终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，成功将日本武士 KO 在擂台上。最终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的胜利归属于中国的雄狮薛深圳。大家喜欢薛深圳这位选手吗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